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欢迎收看今天的互来座谈，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一修。哇，好久没有重启这个系列了，但是呢，我们有一个重量级的来宾呢，来到了我们的公司拜访，所以呢，我们就直接让他来上马哦。昨天呢，请他吃了一顿台湾人啊最喜欢的日式小火锅。那今天呢，来到公司呢，我们就一定要来深谈，好好的聊一聊。我们来欢迎哦，这个毒夫之心 ，Hello， 历史哥还有历史哥的粉丝，大家好啊。那么昨天历史哥好好的款待了一下我，吃了一下小火锅。那么昨天的话题呢比较轻松，那今天呢希望能在历史哥的直播间聊一些个稍微正经而且又比较敏感的问题，因为不论是大陆同胞也好，还是台湾的同胞也好，都会非常关注这些问题。那昨天其实谈到我们讲到历史哥在学习历史的过程当中，因为我知道你的本科和你的硕士都是学习历史系的，没错。那你昨天告诉我说，不论是在本科和硕士的学习当中，你都感觉台独好像是在历史当中是没有办法走通的，或者说是从历史的角度没有办法解释。那么可不可以聊一下那么从这个台独的思想的一个滋生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讲民进党是这个代表，或者说过去的时代力量和今天的民众党算是民进党或者台独意识的一种侧翼展现，那么我们今天去看如何从你的角度去想白营也就是民众党和民进党它的历史是该怎么去看，或者说是简单讲大陆人到底该怎么去理解他们两个政党背后的这种所谓的台湾的自主意识的生成，它的历史是怎么来的？OK， 其实这个台独对于大陆的朋友来讲，他比较难以理解，是好端端的又被日本人欺负，为什么台湾人就这么想要跑出去？我想它有很复杂的历史进程，但是我们从它最源头开始讲，它其实最源头事实上就是所谓的省级情节，因为大家不要忘了台湾虽然建省的很晚，台湾在什么时候建省？台湾在1884年。那正式来建省嘛，但是呢，到了1885年成立了这个福建台湾省，也就是说，台湾这个有省级情节这件事情，它事实上是有一个源头的，因为历史的进展。第二个呢，乡土意识，因为台湾大多数是闽南人至少占了60%以上。那当一个社会超过60%是同一个族群的时候，它就容易形成一个主体意识。如果它低于的话，那可能它主体意识还不那么容易形成。比如举个例子，像阿富汗的主体民族是普什图人，普什图人占到阿富汗将近1半的人口，但他就是没有破1半，所以阿富汗的认同就非常的撕裂。尽管在阿富汗的社会上，普什图语是一个非常强势的语言，因为它已经占到4%，而其他的民族大概率就在2%以下。但它依然没有办法就是形成一个绝对的统治地位。而在台湾出现的状况是，闽南人呢，他超过了60%，而且还有一个特色是，原本来到台湾的闽南人是复杂且多元的。他有漳州人，他有泉州人，少量的厦门、金门人，还有呢，其实还有大量的广东的潮汕人。潮汕人其实在语言上他属于闽南系嘛，所以他来到台湾之后呢，他就被融入了这个闽南族群，因为语言其实很近。我刚去广州回来，这个潮汕的这个老铁们，我们直接跟他讲闽南文，你刚听我刚喝家你这样听得懂好吃吗？都听得懂阿公阿嬷大家叫法都一样那所以它就融合了，所以在今天的台湾的屏东还有潮州这个地名嘛，一模一模一样样对，就是台湾的铁路纵贯线的话，从基隆发车，它的终点就定在这个潮州火车站，它是个南部的这个等于是终点站。好，所以这个基本的意思，它有一个沃野，一个土壤。好，那接下来我们刚才讲到了，仅仅建省10年之后，台湾就被割让给日本了，因为甲午战败。那在这里面，对台湾是有一个急剧撕裂的心情。有一个人，他的代表作是最可以诠释那个心情。宰相有权能割地，孤城无力可回天。这个人就是邱逢甲。后来他的儿子叫邱念台，是国民党的大佬。在台湾很多在日本殖民时代跑到大陆去的，自动参军从军，很多都是靠邱念台先生来帮忙庇护。因为你过去人家认为你是日本来的汉奸，是不是？还是你是日奸？对，很难理解。所以呢，邱逢甲先生呢，他是台湾客家人。那邱家其实在台湾是很有这个势力跟财产的。那这些人他的民族意识就很强。我所谓的民族意识是指大中华民族意识，以中华民族作为主体的，或以汉族作为主体的。
那可是再往下一层级的，所以我们讲中小士绅，他过不去嘛。因为像邱家或者像是板桥林家、雾峰林家这种很大型的家族，这个他在两岸有大量的财产啊，所以他可以随时做移动。而且大家也不要忘了，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会想说，台湾海峡有一个名称叫黑水沟嘛。黑水沟是代表说先民从大陆来到台湾的时候，那有多难因为这个台湾海峡的这个浪涌不是很稳定。因为台湾海峡有这个南部上来的黑潮，到了澎水到这边，那到冬天的时候有从中国大陆来的沿岸流，中国沿岸流撞在一起的时候，它这个会形成漩涡，所以它这个波涛汹涌。可是其实到了清末的时候，航运的发达事实上早就反转这个事情了。最有名的就是怡和洋行、太古洋行的定期轮渡嘛，所以其实它跨是很方便，但重点是你有没有钱啊？所以呢，这时候士绅的割裂情感就出现了。中下的士绅呢，他事实上他只能更多的选择跟日本人合作，也就是跟当朝者合作。那他们就会产生两种情绪嘛，一种情绪呢，就是那因为我跟着日本人合作，虽然有一点背弃祖宗，可是呢，我本来在整个中国的士绅体系里面。或整个中国的这个统治体系里面，台湾省本来就边缘省，我们也才建省10年就丢了，所以它相对我认为它的负罪感，它对民族的那种认同感就没有那么强大，所以有些家族就走上了跟日本人高度融合的过程，而这些家族你观察，它基本上都不是真正的大家族，而是属于的中下的士绅，他们也有一些公民，但这些公民可能相对都不那么的显。或者呢，可能有些呢，透过在清末的时候做生意赚钱嘛，因为我们也知道清末其实已经资本主义已经在中国有基本的一个这个萌芽嘛，我们这一般历史叫萌芽，其实已经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了。对，那尤其台湾又是五口通商的附约当中，很早就通商，所以这些人他用资产积累了一些之后，那清末有个坏习惯就是捐官嘛，所以大家也有一些候补公民，所以他在社会上混得还可以，但唯独就是他在两岸他不算混得好。好，所以这些人就形成一股钱流那反而台湾的大家族，你会发现他们相对来说反而更有大中华意识。好，比如说连家连家这个连爷爷您回来了，为什么？因为连爷爷还真在大陆出生，这个他是台湾人，但是他台湾省的本土的乡绅，他们家族，比如他的这个连横，他的爷爷连横写了《台湾通史》嘛，是台湾最早有。这个应该说有系统的一本整理的史书，这个在研究台湾历史的时候是很重要的大陆如果对台湾历史他就写了入围台湾人，不可不敌台湾书，你是台湾人，不可不知台湾事。你看他是有乡土意识的可是他们家那么的中华，对吧？直到今天，他们依然是国民党里面的重要派系，重要的这个的一个山头嘛，所以他有这样的差异。那这些中小士绅呢，他的一个连结而且很好玩的当时台湾的士绅里面带头开城门的是谁？是辜家的辜显荣。辜家也是台湾5大家族之一嘛。基隆严家、台北的林家，然后板桥林家，然后呢鹿港辜家，这是超大的家族。再来呢这个高雄陈家，还有这个台中的雾峰林家，5大家族。可是你看两岸会谈也是辜家谈的。大陆叫汪辜会谈，辜政府也是辜家的人。台独里面也有辜家的人。他前阵才刚过世他是就是赖清德的大哥哥。辜宽敏，一个家族两方下注。对，这很常见嘛，很常见。但是他们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在这么分裂的情况下，他们家族依然可以保持一个相对完整的核心。可是中小的士绅，我再说一次，他们因为在时代抉择之下，所以他们相对来说就会跟朝廷有疏离感，其实它就形成那个钱流，那个钱流就是，所以你看它的源头就是乡土意识，省级意识，那还有族群意识、阶级意识，这几股拧在一起，再加上日本人跟他合作，他确实过得会比较好。那从我的角度来看，我称之为新北投意象，因为在我们台湾有一个，在台北有一个新北投站，那边都是温泉，那就是当年日本人开发。新北投意象，这是我自己创建的一个名词。在这个新北投这里是一个温泉区，阳明山脚下的温泉区，因为我们这个大屯火山群嘛，那里过得很舒服，就是各种茶室啊，摸茶啊，这个温泉会馆啊，那里面有很多很舒服，那就是过着，那简单来讲是台北人跟日本人过着纸醉金迷的地方嘛。但这一些你一般的台湾人，你怎么可能跟日本人一起过呢？
那你肯定得是日本人最忠诚的仆人嘛。所以这些人就是皇民化的基底啊。对，所以他们我认为就是创造一个西北投意象，这个意象就把它扩及，就是在日本殖民时代台湾过得很好，但事实上只有这么少量的士绅，而且事实上更精确的说，可能甚至只有台北城跟各大主要日本叫街庄嘛，各大主要街庄的这个士绅，他有在台北可能有生意或什么的，他才有办法这样过。可是相对来说，他们可能在两岸他是比较没有牵挂的，他已经是相对比较，我们可以用台湾本土化，这个名词可能在大陆不是很政治正确了啊，但是 localization 嘛，我们讲很多研究的话，就像我们还有广府文化。你们有广府文化 ，OK， 好，那我们叫台府文化。对，台府文化也可以。对，就 localization 就是本土化、在地化的话，所以它就会形成一个有别于原本汉族意识认同、中华意识认同的一个意识的前后。这批人在战后之后，很多就利用各种方法到了日本去。那这个就是大陆的老百姓口中所谓的台湾的日本遗留。但是根搞错了，为什么？馆长已经证明赖清德100%是中国人血脉，所以你看哦，馆长在去之前，我不知道跟多少大陆人吵过架，因为他们很坚持说赖清德绝对是个有日本血统人哦，因为 YouTube 的讲小日本会被禁，所以就绝对是有日本血统的。我说绝对不可能有，我做历史研究跟你打包票，他说你研究不见得正确。他说你这个研究呢，你凭什么这么决定？我跟你讲，我就是决定，因为我看过那些资料跟档案。日本人做事情还是仔细的，他们在日本他为了要殖民你，他会做很多风土调查，巨细靡遗。那这个东西呢，他怎么去呈现呢？因为日本人来到台湾的话，他是个出差的状况，他根本没有台湾户籍。所有日本人的户籍都是记在他日本的居所。包含日本在台湾生下的后代，只要跟着日本姓入籍了日本，他依然在日本。而且其实台日混血的比例并不高，因为很简单嘛，日本人作为脱亚入欧论，他们作为一个人种论的国家，强调大和民族血统精纯，他们的天皇都是内亲交合啊，没有到那个埃及那么变态是兄妹交合，但他也是内亲交合的状况。你怎么会觉得他那么喜欢找台湾女人生小孩呢？顶多偶尔撇个几个，那个是意外嘛，那不多嘛。就简单来讲，日本人来到台湾，他喜欢日本女陪侍还是台湾女陪侍？对吧，杜夫？你觉得？对，那肯定是日本，对吧？对，所以很多人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是以想当然尔的想法，在觉得说台湾就是因为日本遗孤后代多，就一大堆日本血统，变日杂。我觉得这个话很难听。然后随便错，多数是精神日本人。这些精神日本源流在哪里？就是日本殖民50年代，50年嘛。大概在后期的时候，从这个等到日本这个整个在台湾的执政开始稳固的时候，因为日本在台湾殖民其实也有好几个时期可以分它有一个总督府时期，还有一个本土化时期。它有这个军人执政，然后到文官执政，到后期又变军人执政嘛。对，因为这个日本的总督，它有文官总督跟军人总督嘛。到了军人总督转文官总督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内地延长主义时期的时候，它其实基本上它的执政比较稳固的时候。台湾的士绅就分成两派嘛，一派基本上就靠着日本人吃香喝辣，另外一派就是跟日本人对干的那一派是谁呢？蒋渭水先生，黎献堂先生，尤其蒋渭水先生在台湾甚至在两岸的知名度是相对是比较高的，他号称叫台湾孙中山嘛，对，因为他也是学医的，对，所以上医医国，你看这个观念影响很深哦。柯文哲也是，对，其实赖清德也算，对。只是他那个有点医歪了这样子，因为他上医台湾国，医到歪的去了。现在民进党拿蒋渭水当成这个民进党创党的元老，是这样描述的。他们还不太敢，因为毕竟蒋渭水的大众化意识太强烈了，而且蒋渭水创建这个台湾民众党，我讲的是日本殖民时期的台湾民众党，对，他用的是孙中山的这个青天白日旗作为一个底本去。绘制出台湾民众党的党旗嘛？我18号去蒋渭水的衣冠冢，那里面就介绍蒋渭水是台湾独立和自主化的这个第一个人，所以很可笑，对不对？他把台湾民众党当成台独政党，对。可是其实蒋渭水的台湾民众党是要为台湾民众争取活得像个人，而不是像个被殖民的奴才。
对被殖民，这奴才都讲得难听，其实是奴隶，这很可怕。就什么东西都被民进党抢过来，对，然后说啊，228也是，对，被民进党抢过来，说这是我的，这个一看就是最早的台独觉醒意识，然后现在没有人去反驳他吗？有，就郑丽文郑丽文。郑丽文前阵子在马场町白色恐怖纪念的受难家族的这个追思会上面，虽然很多大陆的朋友可能以为他是去纪念吴石啊，沉默的荣耀，但其实不是，他也讲很清楚，他主要是针对这些政治受难者嘛。他说吴石是情报工作者，那不一样。那我觉得是这样，确实事实啊。你为了你的政治意识形态而受难，跟你为了军事的谍报价值而受难，这是那个不叫受难了，那个就战斗嘛，战斗人员的牺牲，那个是属于合法的战损范围内。那一般老百姓因为思想而死亡的话，那这个的话，在至少以西方的价值来看的话，就属于政治受难者。好，这就有不一样的。但是那里面会有很多共产党人，没错，基本囊括在里，几乎都是左派分子。所以我们就笑民进党啊，说你他妈绿色没有劣势啊，你只有一个郑南榕啊。那郑南榕可能还是不小心烧死自己的，因为李敖就说他是不小心把自己烧死的嘛。因为李敖认识郑南榕，他们以前都是党外那一挂，被国民党打压的嘛，而且是外省人。这很有意思。那这个反而呢，拿红色烈士来凑。还来拍电影，比如说有一部很有名叫《流氓高15号》，笑着走上刑场，结果那里面几乎原型都是共产党人，都是或者地下党员，或者就是左派分子。那也要知道，在1950年代到1980年代左右，国际共运是最顶峰的时候，因为苏联的强大，所以当时有一大堆的。他不管是不是共产党，那他肯定是左派分子，而且他们跟共产党都非常接近。其实那也就是民进党，其实大陆很多朋友不了解，民进党其实最早的时候就是以共产党的很多思想为原型的。那到后来突然之间啊，我们很多朋友也知道，就是有这个林高正，还有费希平这些个朱高正，还有费希平这些个早期的民进党的，我们讲叫左派的，而且是知识统一的这个政治人物。那后来呢，在90年代被清除党外。对。那么在这之前这个过程和之后这个过程存在两个民进党，甚至我们讲在美丽岛之前，民进党的真实存在，也就是施明德那个时候主导的那一波左翼运动的时候，那个时候民进党是好像没有名字的。对，当时叫党外嘛。对，就党外嘛。然后，可是那个时候，或者说我们观察施明德，他其实都是有红色思想在里的。对。然后可是在90年代之后，突然之间那个民进党就没了，然后就变成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民进党。那么这个中间到底它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转变？好，所以这个就你这个读夫问得非常好，这里面分几个点啊。第一个是我刚才讲的那个钱流的问题，那个钱塘的那个跟日本人接近的那种这种的状况，他原本是执政者嘛，但国民政府一来，立刻又反客为宾了嘛，对，反而国民政府来了，中国回来啦。这个很重要。对，中国回来之后呢，很多士绅选择跟回来的中国政权合作，就是跟蒋政权合作。就陈仪，然后刚接收。对，但陈仪做的不好，所以引爆了228。对，引爆228。所以很多人本来都合作好了，就发现原来我是他者，所以又再一次的确立了他们的台独意识。这个时候就慢慢的从台湾意识渐渐转向台独意识，而且把日本这个美好的意象，我刚才讲那个新北投意象，他们所创造出来的新北意象，植入到自己的思想里面，也就是还是跟意识，还是这种意识还是跟利益直接关联的，就肯定的。我没有权利，我没有钱，那我就反对你，那我就搞台独。因为大家了解到，我们今天会发现说，哎呀，很多人是违反利益在干所谓就是说唯心大于唯物嘛。为什么会这样？大家很难理解，错了。所有的唯心都来自唯物，对，至少在政治利益上绝对是这样的，对不对？比如说跳得最欢的波罗的海三小国里面，对不对？这个立陶宛为什么跳那么欢？因为你看他唯心，但他的是很唯物的追求美国人赏识他嘛。对，所以这个逻辑是这样。好，那回过头来，我们不要拉那么远，一样。他的主观意识是，如果日本人回来了，我就好了。而且这里面还加入了很多什么？其实当年根本混不进那个新北投圈子里面的一些更中下的士绅，他们只是帮混新北投圈子里面的那一些一级的亲近日本人，我们可以说叫是皇民啊。因为这么说好了，日本人从来不会给台湾人变成日本人，日本人之外面有一群皇民，生活的姓氏全部都是日本人。最有名就李登辉，你看李登辉，李家绝对是个中下士绅，他绝对不是一个大型的两岸士绅家族。
林家才有办法做到，那李家是过不去的，啊，他就变皇民了。那至少他还当过皇民哦，真的理过皇民政，有日本信日本神，对不对？因为这个李登辉是有日本名的嘛，眼里正男，哎，这大家都知道。还有个哥哥，对，但李登辉绝对没有日本血统，对，没有啊，很多人又在跟我吵这个了哈。不要每一次看一个人就在那边吵那有没有血统，血统绝对不是决定的。如果日本人就一定会跟中国对干的话，那你就无法解释国父的好朋友一对日本人嘛，是啊，对不对？宫崎滔天先生嘛，对吧？我才刚从广州回来，说我感受很深啊，国父的故事。好，回过头来，所以这里面它是个反转，但是有些人坚持下来了，所以呢，那些人就成为今天国民党里面的地方势力。那现在国民党也主要靠地方势力跟民进党在对打，所以有没有这个意思？很有意思。而这里面这些地方势力里面呢，他们其实是对中华民族最认同的，可是他们也相对来讲对统没那么的积极，因为他认同的是中华民族，但他在他们的家族经历里面，中华民族不一定是统的，因为两岸分治太久了，从1895年。到了今天2025年，中只有5年是两岸统一时期啊，其他时间两岸都是分治时期啊，所以他们的家族意识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台湾国民党，所以很多人就搞不清楚这个脉流，这个在今天台湾政坛里面没几个人讲得清楚，那我是深度了跟他们混过之后，我这个做一个行动研究者可以跟你讲这个故事。好，尤其我现在大罢免最多进去到处都是这些立法委员都是一个山头啊，那个家属都能服务好几代了，对不对？从爷爷就阿公，然后可能到姥姥，可能到女婿，到女儿，到孙女，哇，那一系人整家族都在那边哦。你一出去一晃去，哇，你们家族又有立委，又有议员，又有乡长的，哇，真厉害的一大堆。那你觉得这个台湾不是台湾国民党和中国国民党各占比多少？其实他们的整域很不明确。在对抗民进党的时候，他们就变中国国民党对，但是在面临两岸直接扑面而来的那种和这个统一的压力的时候，他们就会变回台湾国民党，因为他们的利益之所在是他们在台湾过得快乐啊。对，但是他们又很愿意穿梭两岸，所以这里面比如说，你看穿梭两岸的，除了外省挂的，现在越来越少了嘛。反而这个外省挂比较这个马英九先生，洪秀柱，主席，但是你看哦，这个现在在穿梭的比较主流的。包括现在在做副主席兼秘书长的李乾隆，他绝对是个地方派系。萧旭岑先生，我跟萧副主席非常熟，他也是一个台湾南投本土出身的，你看起来他很像外省，但其实不是。他懂音乐，他的乐评非常好，他还出过乐评书籍的。看起来就是，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不一样。他们萧家在当地也是有很多的人脉。所以我们把这个事情，我们把线给收拢一下，因为这太散，我怕大陆朋友听不懂，而且台湾朋友可能也会听得比较散。回答到你刚才那个核心的问题，那所以到底这个台独意识是怎么样变成在民进党在90年到2000年有个巨大的反转？就是有这些脉流，再加上新来的外省人，这些外省里面有很多是左派外省人，或者是反国民党集权的外省人，他们被西方的 democracy 这个影响。我们用影响，西式民主影响，就是王骁说的德莫克拉西影响，所以他们就集结在一起反对国民党，而反对国民党最快的捷径是什么？打败国民党最厉害的人就是共产党，所以他们找齐一大堆，不管从反抗的角度，从打破阶级的角度，他们都无可避免的一定会倾向共产主义，或至少倾向左派，所以这就是他的前流。而这些人呢，当中最有名的陈菊的偶像毛泽东，你怎么不早点说？对不对？这个陈时中偶像林彪写在他的自传里的，就是这样，大家都供一本这个毛泽东的著作，或者是共产党一些主要人士的一些想法。我还记得好像有些人是粉这个朱德的啊，谁的啊都有。好。可是反转呢？90年到2000年，民进党遇到个最大问题。我刚成立党了，我可以选择赢一些选举，但我选不赢大型的选举，包含县市长，甚至直挑总统大位，就大陆说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大位。那我怎么办？我必须要做路线上的统合跟整改，否则后我这个党永远在内部争斗，而且我没有办法跟国民党打出品牌之隔。所以我们刚才讲那些脉流就出现了嘛。这个党里面集结的各种人就开始斗争。而这个斗争最后落败者是谁？就是施明德为首的，在民进党里面具有强度本土
比较高的本土意识，但是他依然保有大中华意识的这些人，然后甚至带有一点左派的，所以左派的出去了，中华意识的出去了，然后这个相对追求民主而不那么追求台独的也出去了。这里面有几个代表人物嘛，最有名的朱高正嘛，他的绰号叫民主战舰嘛，为什么？因为当年民进党要组党的时候，那时候从党外要整个改组成为民进党的时候，是大家在开会，他的袁三番拍桌子说不要再吵了，现在就组，不要浪费时间。哇，大家就组了嘛。他也是在国会打人的第一人嘛，就在这个立法院打人第一人，所以他很有名。可是在这个民进党，我记得是35周年还是30周年回顾展的时候，他被抹杀掉了。哦，对，因为那时候蔡英文就把他消除掉了。对，所以很有意思。那他前年过世了。对，那他就是非常有大众，他国学能力非常强，但是他是个正儿八经的本省人，而且是闽南人。哦，他的台湾，就我们讲闽南语台湾话讲得非常好。他平常时也是拿这个来骂人的嘛。哦，就这样。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他整合。所以这个从这10年他这个整改这些，他主要就是为了选举。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民进党的本性就显露出来了。就他到底是为了台独，然后坚持台独，然后这个去作战，还是因为为了潜在的利益而有了台独？这就是为什么郑丽文后来离开了民进党。哦，郑丽文当然是个台独啊。对啊。但是他为了台独前辈，当时叫黄华，黄华是最后一个台湾因为台独去坐牢的人啊。他帮黄华进驻，他是个大学生而已啊。结果民进党人静默。最后是施明德主席，当时施明德还在民进党的时候出来说，哇，痛哭流涕，说我们怎么可以让大学生遭受这样的一个待遇？所以他心里了然于心。这个故事我还真听郑主席亲口跟我讲的。哦，所以这就是民进党的转换的过程。当他们遇到了，那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跟李登辉进行利益交换。所以李登辉当时要修宪嘛，对，所以当时台湾的政治制度还比较复杂，有国大代表、国民大会代表。国大其实跟今天中国大陆的人大是完全一样的这个组构，只是换了个名字，国大换人大。那这个里面他们的交换利益就是让这个总统直选，总统可以直选。那这个总统直选未来就必然走向2大党嘛，所以民进党就会在这里面获得相对好的利益，然后把国会这个改选掉。改选掉之后呢，那逐步的这个整个台湾就会形成2极。那他对民进党来讲，他的长期生存就得到保障了。所以这里面是有一个这个台湾意识的，他竟然去跟当时的国民党党主席李登辉他们去做讨论。所以1996年的时候，那时候是李登辉搭档连战，民进党是有派人出来选的哦，是彭明敏搭档谢长廷哦。可是很多的民进党支持者是投给李登辉的哦。为什么我很清楚呢？因为我家高人啊，就是这样的行为。他这辈子唯一投给国民党一次，就投给李登辉。我问他为什么投给李登辉，因为台湾人要支持台湾人。我那时候太小，所以不懂。但后来长大，我才想，不对啊，彭明敏不是台湾人吗？所以这矛盾出现。所以讲到这里，大家其实就可以有一个基本的梳理清楚了。对，那现在我们看，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多少台湾人能想得明白，认为民进党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拿台独当做生意，或者说是我们讲叫只是为了选票而已。那所以从另一个角度，如果是国民党的角度，是否应该在宣传上着重于说揭开民进党的这段历史？然后另一方面，国民党过去我们讲这个它的最大的一个在台湾的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就是反共。那么国民党在今天有没有必要你觉得去和大陆或者说是共产党一道去重新书写一部和解的历史？因为其实我最近有看到这个郑丽文主席他经常在讲要和解，包括他去马场町，那么就会出现一股潮流，很不对劲的潮流，就是从郑丽文去马场町开始，大陆也好，台湾也好，我都看到有一股声音就在讨论吴石。可是我们其实很多老百姓看了《沉默的荣耀》都不知道，吴石他不是共产党人，但是马场町里面确实是当时行刑处决了很多的共产党，包括说社民左翼人士，然后包括说受难者的公墓1、2、3区，那个墓区我都看到，
那么其实那里面有很多的就是共产党人。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说国民党现在已经意识到，还是说只有郑主席自己意识到要去重修一部，或者说是我们从历史的描述上讲，重新写一部和解的历史，也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重新和解的历史，然后以此为基础去展望统一。因为历史上我们看，共产党从创党以后不久就在国民党内部发展，这是当时共产国际的一个决定，包括孙中山先生也已经同意这个事情，就是联俄、荣共、扶助农工，可能我们学的叫联俄联共，但是实际上可能这个当时用的名词是联俄荣共，对，联俄荣共，然后扶助农工，也就是国民党本身就是一个偏左翼的政党，对，然后共产党可能会更左一点。那么在最初的国共合作历史里，共产党和国民党一起做了很多事情，包括说国民党的这个党章修订也是很多共产党人的努力，然后包括我们看到的很多的共产党重要的领导人，他其实早些都是国民党党籍，因为他有双重党籍。那么后来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然后又有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第二次合作啊，当然我不知道台湾现在叫什么。那么是否现在我们要展望第三次国共合作，这样的话有没有可能去从历史观上正面的回击民进党的历史叙事？因为民进党的历史叙事像您讲的，您在学本科和硕士的课程当中，你都感觉到台独这条历史线是描绘不通的。那么是不是说，如果我们重新书写一部和解的历史，这样的话有力的回击，同样我们能展望和平的统一，两岸的真正和解？读夫这个考题都非常的深刻，但是都是很大的问题。这是我想了很久。确实啊，就是因为我知道读夫平常也讨论蛮多两岸问题的嘛。那我说句坦诚的，就是说在两岸问题里面，要像读夫那么深刻去做研究的这个自媒体并不多。很多都是标签化的贴。包含我们刚才讨论的台独，很多人说打就完事了，杀就完事了，这是不对的。对，讲那么多干嘛？但其实它很复杂。我们刚才讲到台独为什么被我质疑的核心，是因为它总要有个理论基础，你不能只是说我想嘛，你要有一些依凭嘛。那它的依凭是什么？它依凭是主权未定论嘛。对，就从开罗宣言否认嘛。但从开罗宣言否认本身很荒谬。那你否认开罗宣言，那为什么你又承认波茨坦公告呢？而波茨坦公告第8条不就承认开罗宣言，而且还要坚决执行开罗宣言？那日本天皇投降诏书不就是根据波茨坦公告去投降的吗？对。那这个东西呢，他说你看你在附和老共的说法，王毅的7重锁定论，你看你一定是舔共仔。这就很奇怪。那所以我就问一句嘛，那大陆领导人这个习近平会上厕所，那你上吗？那他如果会上厕所，那你不上吗？对不对？不行，你上厕所就舔共吗？你大号他大号，你舔共。这是真的非常的荒谬，就不要到这种脑残的程度。但是一样，反之亦然。看待台独，我们也不要脑充血说哇就杀。对，这个也不对啊。我认为老祖宗给我们一个以和为贵啊，这样的一个祖宗的教训，他并不是要我们凡事杀，而是你要想，如果今天有一个历史哥从一个台独的家庭长大。但是可以在透过研究当中，透过质疑当中自我辩证，发现台独的不可行跟荒谬之处。但是同时又能兼顾台独到底是怎么而来。那是不是很多人的台独情绪就会被化解掉？因为当我这样讲出来这些台独的情绪当中的时候，其实就是照顾到了他们在历史当中，不管是他们个人的痛苦，或者是他们集体的痛苦。因为我们都知道嘛，个人行动之依凭为经验嘛，集体经验之结晶即为历史嘛。所以。那当你可以同情共感这件事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就化解掉了。对，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怎么样在今天的一个现实的状况之内，台湾人该何去何从？尤其拥有在直白的讲在台湾还具有真正影响力，且在北京说得上话的，只有一个政党，就是国民党。对，再多人不愿承认说国民党很废反动派之类的，但是我必须坦白讲。国民党就是在北京说得上话，就是在共产党说得上话。共产党总书记就是会给国民党主席发贺电。这个东西是我认为这个中国共产党在做事情的时候，他们是非常仔细，而且对政治的格局跟脉络它是很清晰。因为不这样，无以治党，
不治党，无以治天下。如果不治天下，则天下难以安嘛。中国太大了，秩序是一切，秩序压倒一切。这个在台湾比较难理解，因为台湾是一个边陲之地，匆匆忙忙建省，结果就还没得到从从容容啊，就连滚带爬的被日本人逮包带走了，打包带走。所以我们的那句邱逢甲先生的感叹是实际的嘛，那个是刻在心里面的真实的话语。好，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就继续讲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啊。何处苏里之呢？其实我因为跟郑主席蛮熟络的，所以听他讲过太多故事了。他跟我讲，因为他当年离开了民进党，最后是讲白了，连战先生事实上是以我认为啦，以今天的说法就是以国士之礼迎之啊。对，因为觉得他真的是个人才，他剑桥的嘛，非常优秀。台湾现在也越来越少这种人才，那把他迎过去，所以你会发现郑主席跟国民党历届主席最大的不一样是他的国际观。跟他的整个国际的视野，确实是在上一个档次。因为你要想，在他读剑桥那年代，不是现在的剑桥啊，也不是现在的小不列颠既没有快没北爱尔兰，又联合快不起来的王国，对吧？这是有差异的嘛。对。好，所以讲那么多枝微末节，主要是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是他当时他是有历史使命感去加入国民党，而他那份历史使命感过了20年的今天，我在他身上依然看见，这个才是为什么我愿意多帮他讲话的原因。我跟他之间没有什么利益纠葛，我也不欠他，也不吃他的，也没跟他讨任何一个官职，因为我对这个权力也没什么欲望，对不对？这个毒夫这几天跟我相处就知道，我就喜欢吃吃喝喝聊聊天，是对。那在哪里？因为你看到一个郑成功，他真有坚持。那他的理解，2005年连爷爷您回来的那一次，其实是国共第3次和解，他认为的，而且甚至他进一步认为，这是国共第3次合作的开始。只是合作的不好，合作的不完全，而且还有一个根本问题是两岸分治了。对，所以各管各的，共产党忙着发展，国民党忙着活下去。这20年国民党过得不好，是，即便马英九一度执政，但是马英九执政第一件国际送他的大礼叫做2008次贷风暴。然后奥巴马那王八蛋一甩锅，怕亚洲各主要经济体为了美国担了多少啊？对，你的超印到现在一点都没有终结嘛。好，所以我认为对国民党来讲，这20年是真的是过得不好，所以他忙着活下去。而共产党这20年很忙，也辛苦，但是成果不错。对，可是确实也没有时间好好的插手两岸，所以基本上就是给国台办。去做既定政策的宣讲，出手的空间或出手的意愿本身也不高，多数时间呢还是这个明太祖朱元璋那一套嘛，广积粮、筑高墙、缓称王的一个概念，那直到18年被川普1.0，就特朗普川普1.0逼了出来，可是当时手忙脚乱嘛，到了这一次，那还得是杨洁篪。当时这个的说法嘛，美国没有实力，同中国说三道四嘛，我把你们想得太好了嘛，对，从那时候开始才是真正的 fighting 嘛，所以这个中间的过程，其实国共虽然合作，但是国际情势、两岸情势整体来说，其实你感觉不到国共在合作，对，感觉不到。而国民党也没有去修改他的反共党纲，因为这个反共党纲是哪来的？这个反共党纲是。最直白的讲，第一波当然是412，大陆叫反革命政变，我们这边依照国民党史观叫清党嘛，就是老蒋发起的。对，还有第2次国共内战，它的整体的遗留产生的，主要还是因为了跟共产党斗争的时候，要求国民党员有一个中心思想，这中心思想不见得是三民主义，但你肯定得反共，很有意思。那这个你要不要处理，这是关键。对，因为这个很明显的放在20年前、30年前。也许他还是有一个基本盘，为什么？因为虽然跟这个孤汪会谈，大陆叫汪辜会谈之后，两岸开始更实际的交流，而不是偷偷摸摸的从香港转，慢慢的，然后后来甚至在民进党的执政的时候，就蔡英文在当陆委会，这个是主委还是副主委的时候开的小三通嘛，这简直荒谬啊！然后阿扁当总统，蔡英文主政陆委会，然后开小三通。实在是阿扁刚上台的时候也是说3不嘛，对，所以有时候你就觉得说这个历史跟这政治人物真的很李登辉
90年代通过的国统纲领。对，结果李登辉后来组台联，对啊，整天倡导这台联是台湾团结联盟，就是很台独的政党，比民进党还台独的政党。所以谈论这个就回过头来，其实我认为是有那个框架，但没有落实执行，所以历任主席们就在摇摆。当中呢，想落实执行的就是洪秀柱主席嘛。摇摆最严重的就是他可能跟美国关系更好的，像朱立伦嘛。对，朱立伦，那朱立伦他虽然作为国民党主席，但他跟这个大陆这边中共主席、中共的总书记关系是很疏离。我们就以党对党来说好了，国民党主席跟中共总书记理论上是一个对等的存在。我知道很多大陆朋友会觉得怎么可以对等，但是这个是他们的党的形式。对等存在，那你要互相尊重啊，对不对？我共产党又没有写反国民党纲领，那你国民党怎么也没写反三民主义纲领？那你至少你的反共纲领，既然我们05年你们主席连战主席都说了要来做和解了，要合作，要携手共进，推动两岸的繁荣了，而且也确实有一点成效嘛。05年跨出去，08年民进党就丢了政权了嘛，马上国民党就班师回朝了嘛，然后也确实大三通也开了嘛，然后马英九时期的时候，两岸的交流的频繁跟往来确实有嘛，对。那也给你马英九留了一点脸面，就是说你保持着你继续嘴巴上反共，实质上是跟共产党进行合作交流的部分嘛。因为老实讲，两岸政府的交流，如果是国民党主政下的国府跟共产党主政下的这个应该我们讲人民政府，其实才有对等性啊。对，党对党，执政这个政府对政府。对，那你这不是也是一种通共吗？而且更甚者，今天的人民政府，它的架构完全是按党做的。对，因为它就是一套机构两块牌子嘛。因为我们也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啊，这个政权的整个的政治结构的架构的设计，它其实是跟党是脱不了关系。但是为什么国民党没有去理解到这件事情？我觉得有多个层次的，这也是你刚刚问的这个问题很深刻的。就05年。理论上已经和解了，那现在理论上没有什么好不好再谈合作，而是你就只是把合作落实。但为什么？一来，第一个，台湾这边是要选举的，他会被赶出去；第二个，中华民国政府并不是基于中国国民党这个党而建立的，他老早在民国元年的时候就是遇到了重挫嘛，包含这个孙浪卫与袁世凯，对，然后呢也经历过好几次，所以他这个中华民国政府这个政权架构的设计，不管是哪一套宪法，不管是早年的临时约法、新约法、军阀弄的新约法。然后还是后来颁布的现行的我们中华民国宪法版本，它这个结构里面它都是容许多党政治，而且这个多党政治是各党都有执政的机会的。对，跟人民政府的这一套宪法，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不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每个政党参政，它是有一个设计好的制度，比如说政协，人民要参政，那有所谓人大来表达意见，然后共产党。也是跟这一些不同的政党它是可以共治的，所以在这里面它是架构上对等不了。但国民党的人自顾不暇，他活不下去，所以他根本没有时间去管这些东西。那你们学着讲吧，随便你们，我没有时间。我要选举，我要选不赢，我他妈家族要覆灭的。对，那给选一个举都动辄花几百万、几千万台币，那哪受得了？不好好的这个把他的整个贯彻，他如果不把，因为几百万、几千万台币怎么来？你透过你不断当民意代表，或者你选上首长，你帮乡亲争取福利，那乡亲发达了，他再回捐给你嘛？你说他这不是一种贪污吗？没有，错，这叫政治陷阱。所以呢，这就是逻辑嘛。这个逻辑在导致什么？导致我们看不出来05年之后为什么国民党依然在那反共路上好像熬不回来。然后这就回应到我们最前面的，就考验同学有没有认真听课了。大家还记得我讲什么吗？国民党的有一块。叫做台湾本土士绅，他们具有中华意识，但是他们不具备中华统一意识，所以又有这样的一股巨大的力量，而这股巨大的力量是撑着国民党在16年就是丢掉政权之后，那苟延残喘的过程当中，是他们活下来的。国民党中央被民进党洗劫一空啊，真用洗劫不唬烂，党产条例、促转会哪一个不在抢劫啊？几百亿的抢，然后没有抢成功，就赶快转移财产。最有名的就是中广啊，三中啊，三中转乱出去嘛，中广、中影，还有一个什么，这3个人，其中最有名就中广嘛，就是小弟之前服务的电台，对不对？老板赵少康，他就是承接了国民党
的党产嘛，对不对？那你看，全部都勾兑在一起啦。那它就是个网，历史是个网，很难讲得清楚。但是我们把它尽可能拆开了之后，好，所以你就想，当这些党产要么被民进党洗劫了，要么掉入了国民党个别大佬的手中，看起来是帮党给监护了。可是现在有没有私心？一定有，对吧？不支持你就把你的节目砍掉嘛，对不对？星期三下午通知你，星期五就叫你滚蛋了嘛。干了4年又2个月又怎么样？再加代班半个月，那没有意义嘛？但是它就会导致国民党出现很大的问题是，党中央孱弱不堪，地方派系活下来，所以他们话语权变大了，他的统合更难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从05年到现在过了20年了，国民党不管执政还是没执政，好像他的整合都一直有问题。因为他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他只能够他活下来。到他活下来逆袭，那是这2-3年的势头。更精确的讲，是因为出现了韩国瑜，才让国民党重新看到现在说，哦，原来我们还有机会选赢啊。可是韩国瑜势头一上来的时候，刚好遇到这个，我们可以直白讲，就是新冷战的高潮嘛。2020年是整个新冷战最高潮的时候，也就是从川普1.0转向拜登的时候最高潮，也就是美国不管是左或右，或者应该说不管是民主党或共和党，都是要强烈镇压这个中国大陆的。对，所以韩国瑜作为一个国民党作为一个在台湾内部岛内里面相对这个拉近大陆距离的力量，就会被狠狠的镇压下去。所以你看那个假案子都是什么王立强案、向心夫妻案，乱七八糟，全部虚假案件。那王立强现在人在哪里？没人知道了。我相信应该有一些大陆人也知道这个王立强案嘛，太荒谬了嘛。什么在101里面哪里吃饭什么的。我之前遇到王浅秋，他那时候在101上班，他说。他以前在101上班，他问他同事说鬼扯啊什么，全部子虚乌有，但他可以掰，而且是 CIA 掰的，那台湾就调他去招收啊，对，所以摁下去又重创，所以你看他就这样，每次好像有一点好的势头，你看当时韩国瑜还跑到厦门啊，跑去深圳啊，当时还有这个对不对？双城论坛要组另外一个叫双港论坛，深圳港对高雄港，双港论，因为2个都海港型城市嘛，对。你看当时大家多期待，你知道吗？马上被摁下去。所以这个波折是这样的。那好，你回到我们的问题的起先，到了2025年了，新的契机又出现了，又换主席了。对，而这次换了郑丽文，跟之前比较不一样在哪里？我认为啊，韩国瑜是很能入胜，因为韩国瑜是苏起的学生，他的书论就是写这个中国的统战嘛，中国大陆的统战嘛，所以他是懂两岸的，绝对透彻的。可是朱立伦懂两岸吗？不懂。对，那我反问一下独之心，以你的观察还有你的受众，你们怎么看朱立伦这个人？从我先说最广泛的大陆人的看法来说，朱立伦就是美国的代理人，然后更多的人，大陆的网友如果稍微了解一点朱立伦的话，都会认为就是这就是一个表面上讲两岸要交流，实际上是实行独台政策的一个人。我们是这么认为的，因为大陆网友他只关注台独与否，就这个人如果是台独，好了，不管他怎么讲，这个人可以放在那边的，我们不要再看了搞掉他。然后如果这个人讲的是两岸交流，大陆人他就不讲统一，那就观察一下吧，放在中间吧。然后如果这个人敢讲统一，大陆人说他肯定选不上，把他放在那边吧。就是这三类人，这是大陆网友的一个普遍的一个符号化的一个看法。所以说其实没有人有希望，感觉包括张亚中上来讲大陆人觉得张亚中真的很好啊，可是我们都知道张亚中选不上。对，但是大陆网友不会这么认为我们好期待他选得上，结果一看几千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矛盾的心态，大家一方面期待有一个台湾的政客站出来说统一，而且他能够带领省内的很多年轻人啊，或者说是一些个政党的其他的人士站出来一起讲统一，但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对，所以我们几乎是看不到一个台湾的一个有影响力的政客敢讲统一这两个字，讲不了。那我的看法就是说，比方说我想去看朱立伦的话，我认为朱立伦是国民党在韩旋风，我们那个时候讲究韩旋风，我不知道台湾是不是这样，我们叫韩流我们大陆讲究韩旋风。在韩旋风之后，就是国民党处于一个很低落的时代。那么我认为朱立伦是这个区间，因为在这个郑丽文和韩国瑜中间呢，出现了一个国民党的低潮期。那么在之前还有洪秀柱之类的，
这个阶段，还有一个短暂的江启臣。对，短暂江启臣。然后这几个阶段其实有一个很强烈的特点，就是国民党的整个党情，就是它上上下下也好，它都是因为美中之间的关系，它产生一种波动。包括你讲，韩国瑜，他为什么会落败？那这里面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个观察，就是韩国瑜，他一定被美国人所讨厌。那么另一方面就是在这个阶段的民进党，跳出来一个蔡英文去选。然后蔡英文他是一个，其实他不是一个台独了，对，蔡英文他根本不是台独，他是国民党技术官僚出身。对，而且90年代的时候，蔡英文在大陆说我就是中国人，对吧？这个是有一个录像的，现在还在大陆流传的，所以美国人是非常满意蔡英文的，在我们看来。因为他很温和，就美国人他不想看到这个台湾有一个民进党政客跳出来说我现在就台独了，我现在在立法院要推这个事情，那没有人，没有任何一个美国人会愿意看到这种事情。美国人要看到的就是维持现状，但是他们看到民进党选了蔡英文，美国人是非常满意的。而且当时我记得蔡英文的第2个任期应该是第2个任期之前，他备选的时候，因为我记得他辞了民进党党主席，对。其实就是因为9合1的大败之后那个寒旋风，然后中间发生了什么？香港的战争，就是19年，对，港府叫反送中，对，港府的这个问题战中这个问题，那这一点其实客观上帮了蔡英文第2个选举，对，如果不是这个的话，那估计韩国瑜就赢了，对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可能运气不好吧，那这个时候国民党沉下去了，说那你韩国瑜说什么？韩国瑜讲的是两岸交流。然后韩国瑜讲的是反台独，对，韩国瑜明确讲反台独，韩国是非常明确、旗帜鲜明的反台独。92共识，那好，讲这套没有用嘛，对吧？那么还是要看美国爸爸的脸，那就选个朱立伦上来了。我觉得是这样一个角度。对，所以其实这个就谈到你这个补充非常好，因为刚好就可以来解释，那20年国民党在干嘛？就起起伏伏，有希望。破灭，所以你看，国民党是一个，我说实在，命运蛮坎坷的政党。对，如果对比共产党的命运，共产党是先苦后甘。对，真的，一路向上。对，就先苦后甘。在民国时期，共产党吃过苦嘛。对。但后来，其实，在民国时期，共产党就一路向上了。对。就吃完苦之后，就一路向上了。对。国民党是从民国成立起来就是一直都在吃苦，好像也，然后领导人呢，这个其实早期领导人是很单一的，孙到蒋。对，到小蒋，对，其实并不复杂，可是感觉起来，除了小蒋一段时间过得还行之外，这个大体来讲就都过得不是很顺遂过得真的不是很顺遂。你看孙先这个孙文他一辈子奋斗，最后操劳到得肝癌死掉了嘛，就这样子吧。那回过头来，今天你刚才很有意思这里面就可以引接到几个问题。国民党即便在很有能力的人的时候，你遇到大逆风的时候，人也成不了事。比如说韩国瑜好了。韩国瑜现在当院长，前几年我去看他嘛，然后你就可以感觉得到，他确实是个人才，可是呢，遇到大逆风他也没办法怎么办？对，真的没办法怎么办？当然人可以带动趋势，可是在更大的趋势面前的时候，人也是要等那个趋势，就像当年毛主席，他也在等那个趋势，对，他等到趋势上了，他就往上走了，遵义会议一开。但毛泽东可是在一代是存在人物对啊，他是元老中的，虽然是元老里面最小的小年轻，但他确实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英雄造时势造英，他叫共伴，所以国民党问题就是他很难遇到趋势，可是对比大陆这边是几次遇到好趋势，对吧？比如说这个89年是的风波的时候，哇，那差点要被全西方联合起来制裁，完全自由化，对，结果。这个没多久，苏联垮了。对，然后美国人的野心大开，遇到克林顿这个新自由主义信奉者，大开大合。然后你看这个邓小平先生就很有远见嘛，然后他已经无职了，跑到南巡就说改革开放干，南巡讲话就开干，结果大陆就一路从92年之后路线确立了嘛，一路就啪，你看到今天一个过了30几年，可是你看回顾。这国民党这30几年真的是跌宕起伏，真的很有意思。但是因为我必须讲在台湾替国民党讲话是政治不正确，所以哪怕是我事实上我也不是研究国民党历史的嘛，因为我就说我们家深绿的，我他妈你研究你国民党历史干嘛？可是我也必须讲，因为透彻国民党的这个历史其实很有意思的。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台湾
今天走到这个，而不是当我们去掉标签化跟情绪去思考的时候，好，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就来讲20年的失落到今年25年了。对，我认为时机又变了。第一个，大陆开始全腾出手来，积极处理两岸问题。对，而且这个不断在酝酿。对，走完疫后之后，在盘整之后，从这个杨主任的事情，杨主任在阿拉斯加的反呛美国开始，他是确实腾出手。然后我们深度去参与这个过程，因为刚好台湾又遇到一个事情嘛，25年的大罢免，民进党大失败。对，大罢免大失败可以说是11年啊，从2014年太阳花学运以反中作为一个口号开始，到了25年，这是第一次在台湾的中央层级，就是在台湾这个政治中中央层级的议题之上，民进党第一次抗中保台的失败，首次失败，地方选举他都输嘛，对，但但是抗中保台输还真的第一次，而且输的非常的彻底。其实24年就不算赢了，只是因为这个国民党跟民众党演了一出君悦会谈武汉肺炎，把自己搞死了啊。对，我说的武汉肺炎是5个老汉讲废话，这是台湾的梗啊，你可以打出那个图哦。这个我们要叠个甲哦，绝对不是哦，千万这个谐音梗是要扣分的啊，知道吧？好，所以在这个感觉之上，我认为趋势到了，刚好要跳出个馆长，他用民间的力量去做，而且他是用年轻人的那种风潮，所以你看大罢免大失败，馆长首次复路的旋风，震荡到现在，对，然后紧接着郑丽文的当选，他其实那个脉流就是抗中保台，或者是他的反面叫台独，这是一张神主牌2张面。他的受挫，你不能说他彻底失败，你可以说他受阻或削弱了，所以为什么趋势就腾出来了？而这个腾出来又刚好遇到郑丽文，他是从台独走向反台独，他从民进党走到国民党，所以这是为什么大家对郑丽文很期待。可是我也必须讲啊，期待不能换成现实。有一个原因是什么？郑丽文在国民党里面毕竟根基浅，没有靠山，他靠的，我更直白的讲，他靠的是他个人的人格魅力，他的口才，他的学识涵养，还有一个就是整个国际地缘政治情势的变化。对，一样，韩国瑜，那他的口才跟个人魅力，直白讲更在郑丽文之上嘛。那如果参加过韩流的，或者是在大陆看电视，那简直疯狂，一望过去不到头。我永远印象很深刻，我这个第一场这个可能超50万人演讲在哪里？就是在当时凯达格兰大道，韩国瑜台北最终场造势一站上去，哇，从这里看到景福门看不到头啊！那一天我讲完下来，我的赖就被灌爆了。为什么？骂我的一大堆啊！对，那我就知道这场选举大概，我本来就觉得大概不会赢，但是我们得把工作做到最后嘛，对呀，就这样。所以这大吵，所以我认为这里有这个趋势。可是问题是，他现在最大问题是整合，对，包含他自己党内干部的整合，包含除了党内干部的，还包含山头势力的整合，包含地方的整合。不要看台湾啊，虽大不小啊，36000平方公里，你一个人要走遍，那也不是容易的事。有21个县市，每个县市里面有各种政治家族，你得花多少时间拜会？所以我知道他这段时间不断在各种拜会啊。他前阵子才去了南投，然后在布达这个国民党的南投县的县党部主委嘛。你看已经上任1个多月啦，还在安排地方的人事。那你有感觉？因为我其实刚才想到你讲的，国民党内部的本土派是国民党现在一息尚存的基础。对，那我很赞同这点。但是我们同时在看郑丽文，郑丽文是潮流的代表。那可是我们是否可以讲，国民党的本土派这部分本土意识很强的这部分地方上的政治家族们，和郑丽文所代表的这股潮流是相矛盾的？我不完全矛盾，原因很有意思。因为他的秘书长叫李乾隆。是李乾隆有新北土地公之称，就新北市这个地方，他的影响力很大。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当了，当时新北市还叫台北县的时候，台北县的下面的下辖的这些县辖乡镇市是要选举的嘛，他还当过3重市长所以我觉得不完全排斥，但也不完全兼容。而且他还有什么潮流也有，不是一股啊。你有亲中潮流，难道没有亲美潮流吗？所以为什么他当时选举是郝龙斌代表了朱立伦、赵少康？对，这是亲美的。对，为什么我会从中广离开？
他们认为我挺郑丽文嘛，所以老实讲，这个潮流我还真的不是看到，我是在里面被卷进去了。你被影响，所以我根本就没党籍呀，人是无辜的，但头已经被砍掉了。没关系，我们又长了一颗新的头。所以其实你提到一个，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内容，就是说郑丽文的这个潮流跟地方能不能我说实在的，地方派系没有那么倔哦，他们也很顺潮流的哦。而且你要知道，国民党多数的地方派系在大陆都有做生意哦，他们不排斥啊。他们之所以比较台湾国民党，并不是他们真的反统，而是他们对统的风险未知啊，利益嘛。对，而且他们之所以这么多年坚持在国民党，有2个脉流嘛，一个是什么？他们感念于当年国民党来的时候，他们互相合作，确实得到了很大的利益结构。所以这个是祖宗带下来的。另外一个是在现实当中，他透过反对民进党留在国民党而持续的当选。对，所以对他们来讲，反对民进党还有在国民党的这个合作利益，就代表说他的核心利益并不是在大陆，尽管他在大陆做生意。那他能够去大陆做那么顺的生意，很多时候他因为他背了国民党的身份。尤其05年之后，其实大陆很多地方对国民党的这个地方的干部是开大绿灯的嘛。对，因为林爷也去了嘛，去了之后政治身份就认可了嘛。在大陆你要行走政治身份是很重要的。这是因为在大陆我们讲 G 端、B 端、C 端嘛。G 端就是 government 就政府端嘛，B 端 business 企业端嘛，C 端 customer 消费者端嘛。你没有 G 端，你寸步难行啊。在大陆就这样子，你做小生意可以没事，但做大生意不行啊。对吧？那大生意也没有多大几十万，就算是有一点规模的生意了吧？就以人民币来说，好，所以他们很懂 G 端这一套。那对他们来讲，他们 G 端最大的价值之所在是两岸继续分治所以他们既支持，他们既不反统，但他们也没统。但他们也不独，这就是核心的。这就是台湾的最大的公约数，就是不统不独，维持现状。对，因为这样子过得最舒服。就是这样。所以现在其实对大陆的政府来讲，或对国台办，或者是对大陆老百姓，如果就是说要怎么样去化消这样的一个力量，其实最核心的还是要让这一些台湾人知道说，两岸这个共谱中华梦这件事情，它不可怕，它反而是有利可图的。对，它是有利可图，而且它是大展宏图的。对，这个水池里面会有鱼龙鱼啊，而不是只能养小金鱼啊，就是要让大家理解这个概念。那这个很难，但是绝对不会说做不到。毕竟跟老美在一起，水池里面不但没有鱼龙鱼，也没有金鱼，水缸的水都被倒走了，对不对？可能连水池里的沙都被挖干净了，对吧？水缸都给你搬走了，搬到亚利桑那沙漠去养鱼了。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所以这里的一些趋势，我们虽然用嬉笑带过，但是其实它就是郑丽文的养料，也是郑丽文未来如何的去说服这些地方派系，加强跟共产党的和解。因为现在已经不是说不吵架了，冷和已经没办法处理现行的问题了。对，你必须要热和。对，你要有热和，否则的话呢，你真的很热，就是这样。所以其实国民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隐形的党产就是反对民进党。然后从另一个角度去讲，郑丽文现在做的这2件事情都不矛盾，一个是他在官方层面去做和解历史，另一层面就是他同时每天要去拜会这些个地方上的政治家族。那其实我们讲这叫什么？这其实是我们可以认为，从大陆的角度来看，郑丽文是一个什么呢？如果我们把政治家族看成一个个的地方的部落的话，那郑丽文算是一个部落头人。那么部落头人要做的就是去调和各部落之间的利益甚至说对他们进行一些个未来的政治许诺。对，郑丽文现在去把这些事情做好，然后郑丽文也讲了说要来大陆去交流，那么再带着这些个部落基层部落上的这些个首领们的利益诉求的想法来大陆和大陆进行利益上的洽谈，那么再回到台湾以后给他们一定的信心，就统一也不可怕吗？所以现在看台湾没有一个政客敢公开讲统一，原因就是因为大家的根本利益或者说是最大公约数左右选票左右政权的最大公约数实际上是地方的政治家族。民进党也一样，民进党是另一边的政治家族。对，所以但是2个政治家族都认为
啊，讲统一的话，哦，有点危险啊，另一个话讲台独的话有点危险啊，所以两相综合之下，最大的公约数变成了不统不独的人。那归根结底，这是中美两个大国的对于台湾这个地区的利益投射的问题。如果美国人给的多的话，那兴许啊，比方说美国人说啊，那你现在讲独立，我支持你，我派7个航母编队过来保卫你。妈的，那民进党肯定没问题啊，独立。然后那些家族一个个的可能会已经跟美国的企业谈好了啊，怎么投资啊，美国人投资多少啊，那也很开心。那反观如果说国民党去做这件事情啊，大陆讲啊，统一以后制度不变，你们每个政治家族的利益都得到保障啊，一国两制就是我们不管你啊，你自己去啊继续经营你自己的生意，而且我们还给你很多的优惠政策。如果是这样的话，说白了，我之前一直在大陆的一些个自己的频道去讲，我说台湾问题其实是中美的博弈问题，肯定是对，所以现在的潮流其实是中国大陆在对美国的博弈当中占据了完全的上风，或者说至少在亚太、印太这个地区是对美国在完全的战略收缩。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看美国的那个最新的战略调整？对，那个战略调整明确讲了战略要收缩，而且对中国来说，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变成了和平的共处，对，顶多是竞争嘛，不打仗嘛，对，和平竞争嘛，而且是绝对不动，这是写进去的。对，确实是这样了。NSS 就是美国国家安全策略，这个是我知道第一时间有些台湾的专家可能搬石头来的，还在那边说，哎呀，这只是美国的一个各个利益团体当中的其中一种说法了。错，川普亲自署名了。因为前阵子 MAGA 爆发了一股内战嘛，就是 MAGA 派里面有一个信仰非常坚定的格林啊，那跟川普之间的吵架是，到底 MAGA 是种精神，还是 MAGA 是具体到个人，而这个人必须是神。那川普的意思，我即 MAGA 之神，不准质疑我。所以后来那个格林呢，被逼着等同就是淡出 MAGA 派，然后说宣布不连任了嘛。所以这波斗争是川普赢了。那既然川普赢了，他所署名的文件那个力量就是更加的强大的代表。尽管川普能够干涉之外的地方出现了一些变数啊，比如说最近在美国有一些地方选举由民主党来获胜，对，的这个状况，但是美国总统的力量还是相当大的，而且这个联邦政府的膨胀啊实在是太厉害了，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州权的萎缩嘛。所以整体来讲，美国在遇到一个危难的时候，它就是以升级州权来作为它的应处模式，这个是一直都这样的。像因为我刚好硕论写的华盛顿唐人区华盛顿特区的唐人街所以我对这个华府的都市发展有一点基本的认识。每一次这个只要联邦政府升级，华府就大兴建设一次。这就有意思了。这华府的发展即为联邦权限，就中央权限的膨胀。那你说谈这个干嘛呢？因为只要美国继续的是州权分散的角度的话，这个他就没有办法完成他的战略转型。对。但是美国如果愈加走向中央集权，即便它的基本体制还是一个联邦州分权的状况，但是它的战略转型就有可能比较得到落实。这个我们要有这个基础的认知啦那很明确的是，华府这个整个都会区的膨胀是很惊人的。我去交换是13年前，当时大概500多万人嘛，现在据说已经膨胀到700多万人了，所以就代表联邦的权力不断在上升嘛，对。那从现在看来，国民爱派哪，你州长根本拿他没辙嘛，对，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有这样基本认识之后，就可以知道说，当川普说要转向，民主党那些州长是根本挡不住，他只能跟他吵架，又透过法院去弄他，但是没有办法真正意义上的真正挡住。而且也必须承认一件事情，就是即便川普靠着贩售 MAGA 赚得盆满钵满，但你不能否定一件事，川普是真的，就是特朗普这个人，他是真的对美国这个国家他有使命感的。是的，对。而且在被打枪之后，他能活下来，他更加确信他是那个被选中的人。对，他是 the chosen one，天选之子。对，所以在这情况之下，他所制定的策略就必然会带动整个美国的意志的转型。1.0 都可以深远的影响到民主党的政策了，更何况是2.0版的川普呢？好，这我们有这理解之后，好，那回过头来，所以近期这就可以讲到我们中日之间在冲突的时候，美国人对日本被中方这样子，我们从日本的角度来看我讲日方的角度，
亲门踏户啊！你怎么把军舰都开到4国南方了？再开下去开到 Osaka 南边啊，再开下去开到 Tokyo 南边了？难道军舰上台这个上岸演 Tokyo Hot 吗？不是这样玩的吧？对吧 ？Tokyo 都已经很 hot 嘛，对吧？现在脑袋很热啊，烧得很，所以日本人很崩溃啊。甚至呢，大家也知道，英国的《金融时报》在西方是很有权威的媒体，但它其实背后日资嘛。对，他用《金融时报》去谴责美国，说你们为什么保持沉默？终于发了一点话，但是无关痛痒，真无关痛痒，因为你刚才讲到最大关键 ，G2 的整个世界格局正在形成。对，也就是说，战后的那些驻军格局依然继续。你美国想继续保留继续，我说实在，我北京也不会动你这些东西，中国不会动你这些东西，但是日本必须得跪下去。没有给你在那边闹腾的这个空间，而这样的一个状况就会深刻影响到台海的格局。因为台海事实上就是整个中美博弈的直接映射。对，这个是永远避免不了。所以很多的想法不一样，什么精确外科舒适的处理掉台湾现在的这个领导阶层等等。当然，就军武层级来说，他可能做得到，也可能做不到。我认为做得到的机会确实是有，可是，在整个国际地缘政治没有大规模的变化之前，这样的处理只会死了一个赖清德，再来第二个可能会什么赖缺德，再换一个赖卓德，你怎么知道？他因为趋势之所在，赖清德这样的一个程度的政治人物，在台湾一大地抓一大把嘛，对不对？拿地下电台那一套拿来当成历史叙述，那不是很可笑吗？对不对？都可以把你看他刚才我们不谈到吗？绿色没劣势，找红色劣势来凑，现在他找蓝色劣势来凑嘛，黄百韬都被他拉出来了，黄百韬变台独代表，你信吗？他就这种程度，你这怎么跟他讨？所以台湾不缺赖清德，反而台湾比较缺像蔡英文这种人，实在话是对柔性政治，对，所以蔡英文有不可取代性是在这里，但他毕竟干过了。还有一个问题是，搞定地方政治家族的利益，不见得能够搞定台湾的所有选民。台湾毕竟选举久了，所以他还是更仰赖，因为选民的意向的走向，他更仰赖大环境的改变，而不是单纯的个人政治家。政治家族可以在地方选举发挥强大的作用力，但是在总统大选这个层级，他只能发挥部分作用力，没有趋势的配合，他还是依然没有办法真正完成他的最终那个政治的结果。那个答案，那个 answer 是出不来的，他会卡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强如民进党这几年收编了多少国民党地方派系，可是你看在大潮上面，他们选举也依然要战战兢兢。面对韩国瑜看起来像碾压，但其实选的是惊心动魄啊。确实的，那是靠大潮嘛。好，所以我们看到日本的状况，看到第一岛链整个剧烈的变化，这个才会是接下来推动两岸往前走的那个大潮。而这个就回到了说，郑丽文到底有没有空间来贯彻他所谓的国共和解说。把早就在2005年所定下的党策，在2025年20年后，他都当上了党主席了。05年那回他还只是个发言人啊。20年时光匆匆而过，对吧？少康依然是少康，但是立文已非是过去的立文了，是吧？是，对的，因为我20年前的时候，少康就是已经是这一批原班人马，洪泰依然是洪泰。20年后还是洪泰，少康政治金童啊，对，还很金，对，所以 anyway 好，我觉得我们接下来期待其实是26年，26年会是这整个很有趣。我给的每一个字，24年是乱，因为我们真不知道民主党跟共和党到底谁要出来，然后一下啊，拜登不选，变 Harris， 什么变贺锦丽啊，怎么突然啊贺锦丽哇快赢了，怎么又输了，对不对？这个很混乱。当然我们分析是很复杂。25年是变，全部都在变。我想独夫，因为你也有在香港的经验嘛，对，而且你们在广府的话，然后你又老家到东北，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对这体悟很深。东北是最不变的地方，对不对？然后你也在山西待过，山西是变一半的地方，对，然后呢，广府是变最多的地方，对，而香港是永远在变的地方，对，对，所以你看，然后你来到台湾，就可以感受到这种很有趣的这种风格，那26年。其实我认为是一个升，所有的事情都升一个阶，G2 的雏形升一阶，更明确化，两岸的问题升一个阶，不会模糊空间下降，
清晰策略上升，中日之间的博弈升一个阶。对，如果日本死撑到明年，很有可能哦，很有可能哦，那就在更加的明确化，所以所有事情都往清晰化在走。我是乐见因为作为一个学历史的人唯一害怕自己被卷进去啊，确实也被卷进去了，那卷进去就承受嘛。但是看到大局在变化，是相当饶富兴致的。对，确实是兴奋，因为觉得百年会有之大变局嘛。对，而且作为民主的一份子，看到民主在上升是很开心的。说实在话，然后但是当然我必须讲了这个升既是机遇转机，但是也伴随巨大的风险，所以大家能够在这个升之局里面能够为自己创造多少幸福，也要努力。对，不是民族幸福你就幸福啊！大家请注意这件事情啊。对，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最后还是要回答你那问题。郑丽文到底做不做得到？我对他有信心。但是现实的工作整合。然后呢，大趋势的状况，我不认为他会翻车，因为大趋势他是看得懂的，而且是非常清晰的一个人。所以整合，等待。刚好台湾有一个可以验证这个趋势的选举，就是26年的九合一大选。哇，这太有意思了！你看台湾永远赶在那个浪潮之上。我随便讲一个有趣的事情好了，对比。一个地方就是我们不管它是政治，我们就讲政治实体好了。因为台湾的位置比较尴尬嘛，政治实体台日韩非中国大陆，台日韩非陆港，甚至澳门。你看每个政治实体它都有它的总体的命运像菲律宾就是叫不幸，因为它的大选6年才一次，所以它下次可以反映它的民意要拖很久，所以菲律宾现在闹得不可开交，简直是天崩地裂，对不对？这个杜特地家族、马可斯家族，还有反贪腐这个这个吞了这个治水预算的问题，是闹得不好，因为这个国家这个政治实体它的制度无法跟上潮流他就得卡 team 嘛，他卡住，他6年才一次，他才变不了。韩国说真的就是一个比较优秀的政治实体，因为他的制度能够及时的反映大潮冲过来的时候，所以他们把尹锡悦干掉了，然后出了一个李在明，那李在明真聪明，实在话，然后日本看起来最灵活，实则最死板，对，日本的死板不在于制度问题，在于历史包袱问题，从明治维新以来。这个国家这个政治实体就没有办法随心所欲的调动它，因为他们都是四世三公，对，脉流太深，所以这也是高士的底气嘛。对，你们这些政治家都衰弱了嘛，对不对？心胸开阔的心胸开阔，对不对？老不死的老不死，你还得靠我高士扫描，所以高士扫描现在硬得很。但我认为他这个硬不是他个人意识形态的硬，对，而是他透过这个意识形态来鞭笞内部反对他的力量。你要硬是你们极右派叫我硬的对，今天烂摊子你要我收，谁理你啊？我民意支持度很高嘛，所以最后一定要10几个极右翼的，但极右翼只能对他俯首称臣。为什么？极右翼内心哪看得起高市早苗？你这个穿裙子的，凭什么领导我们穿裤子的？所以这个就是我在看，所以我认为啦，现在日本这样子做，你会发现高市早苗个人的表态极其含蓄、克制。非常克制，对，他就讲那么一次，对，后面他几乎不说，而且从来没再说了。他其实是像你说的，他其实在拿中国这个力量去打他在自民党内的，过去讲是自民党内推他出来选，对，现在他到这个位置上，他要站住，他要去打击自民党的那部分右翼势力，同时也是告诉自民党那帮右翼势力，你看，我已经跟你讲，美国靠不住，那特朗普就说了，说对日本这个问题，特朗普说的是，有的盟友看上去是盟友，实际上关系不怎么样；有的国家不是盟友，我们关系很好，我们和中国关系好。这是特朗普在对高市早苗那个言论的第一次的回答。之后他又说了一遍，就是日本、韩国赚我们钱赚得太狠了，把我们坑了。那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其实从川派的角度来说，就是要气爆日本。对，某种程度上来说，因为这滩浑水不赚钱。还有113个军事基地，我要它干嘛？然后中国现在每天盯着，又要打你。那如果中国跟日本有一定的我们讲叫军事上的摩擦，那其实第一个危及的就是美国在日本的这个，或者说在全球的利益投射。因为我们到今天为止没有看到美军的哪架飞机被谁打下来，
但如果说美军的一架飞机，或者说是日本买到的 F-35，被日本自卫队飞起来以后，然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东部战区随便派一架 F-16啊，不是歼16，我们的歼16电子战飞机把它锁掉，或者说是我们的预警机把它锁掉，那火控雷达照射，然后我们又上新闻，那美国的利益全球利益就会受损。你其实读书的观察真的细致。我说实在的，因为印巴大空战，对，美国强行摁住 F-16不让飞，不给飞，对，所以最后倒霉蛋叫做法国的正方关系。所以我们在看这是很实际的啦，对，这就是我们节目跟苗博雅那种无知之辈的最大差别，对不对？他太无知了，但台湾确实有这些无知之辈。但回过头来讲，这是实话。美日是有安保条约，它在整个美国的印太利益是居于最核心地位，应该是不动明王才对。他高市早苗他说的那句话之所以说很克制很模糊，他讲的是一个事实。其实这个事实是什么？就是日本他没有权利去解释美日安保条约里面的集体自卫权，解释权是在美国人手里。那现在好了，高市早苗说有可能出发，他说的这个可能是谁呢？那当然是美国爸爸认为要出发了。那如果说美国人说没有出发，那日本就没有出发，因为除了美日安保条约之外，我们看其实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对，共同防御也是这样，触发不了，中国军舰都开过去了啊，那你菲律宾不说这个地方是你的领海吗？然后美国人在那个海牙那个什么国际法庭上也说这东西就是菲律宾的，那中国的船就在这儿，中国的船就在这儿把你驱逐掉，那是不是说构成了冲突，构成了对所谓美国人认为的这个安保条约的这个美国人没有去？那同样的回到这个美日的，菲律宾和日本还不一样，日本是战败国，它是没有交战权的，也就是说它只有自卫权，它没有一个所谓的主动宣战的能力。所以除了这个安保条款之外，日本是原则上和平宪法不能打任何仗，除非别人到你的岛上投弹，对吧？那你可以把飞机飞起来。那所以除此之外，日本没有任何机会去释放任何所谓的和中国的不友好的言论。那只有这一点，就是拿美国出来。所以这其实是高市早苗用来借美国也好，借中国也好，其实像你刚才讲，就是他在这个位子上，他也想要打压过去推他上来的这帮自民党内部的右翼人士，因为现在民调来说只有他，那小泉进次郎什么都不是啊。然后其实川普也是面临这个问题，特朗普在选上来之前，共和党内部对他的支持也是分裂的，所以特朗普大概是在2020年那个时候，我记得他刚败选给拜登，他就遭遇了共和党内的背叛，然后他就说他要重新建立一个党叫爱国党。对，是这样的一个。所以你看贯穿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除非高市早苗真为无智之辈，如赖清德之流，否则每个大家都很精的。对，那高市很清楚嘛，推我上是极右翼，拉下来也会是极右翼。对，但是如果我今天可以借由打压极右翼，变成极右翼既恨我，但又必须要仰赖我的时候，他就赢了。对，他就不会是短期首相。高市早苗在拼的这两件事，第一先拼头过身就过嘛，对，第二拼站稳脚跟嘛，对，所以他想做长期首相，那个决心跟那个欲望之显要，那是太明显了，因为他连维新会都敢吞，那么糟糕的条件他都敢吃，菅义伟气到七窍生烟啊，那怎么样？你菅义伟你已经过去了。对，所以我老实讲啊，我这么说啦，如果他真的斗争成功，我们这些推论或这些观察确实验证的话，那你也必须说他确实是好人物。对，这个他会导向中国的。对，没错，这是我的推论。没错。其实因为这就很有意思嘛，我们可以把政客分成上中下级，就像很像以前三国或者是魏晋时期在品评人物一样。上品、中品、下品的话，下品就是只会闹，没有上不了位的，那种成绩，那是像王定宇之流嘛，对吧？就是纯闹，没什么能力。对，中品，他能够透过一些比较特殊的时期、特殊的形态，透过贩售特定主义，他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他本身能力有缺，可是他因为他能够掌握到一定的时代潮流而上位变领导人，比如说赖清德、尹锡悦，是这类的，对，这类的政治人物。那上品的政治人物是什么？就是他很清楚每一件事情的利害关系，
所以到底高市早苗是中品，因为他已经上去做这个领袖了，那他就至少是中品起家。可是他能不能成上品，这就在这个观察的。对。然后像安倍晋三，他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他就验证了，至少在日本那个政治格局下，他是上品。对，这是每一个我们在观察里面，到底他是什么样的状态。那比如说你是上品政治人物，可是你遇到大潮乱流的时候，你可能被打下来，像韩国瑜，最终他又回到立法院长的位置。你真难想象一个这个在政治被打垮3次，他还可以爬起来，这是超级政治不死鸟。他最终他回到立法院长，我那个感慨很深，因为我刚好去见完他之后，我的感慨就很深。我觉得说哇，我们真的是在见证某些历史啊，而且这些历史其实我们在复现，真的很像在复现魏晋时期在品人物的时候那种感觉。是的，你就真的能把它分品嘛？对不对？那我也想将来肯定也会有人对大陆领导人进行一定程度的评价嘛，那也会每一层领导人也许比较敏感，但是在我们这里是可以聊一下，对吧？那也会有评。好，回过头来，这里面这个局，我说实在，川普如果他的计划完成的话，或至少他把那个头开了，因为他毕竟年纪也到了，任期也到了，他起格是中品往上品走嘛。那我目前看起来，虽然川普有很多让你摸不着头绪的地方，但我认为他确实是很有想法的一个人。对，而且他有那个手腕，不然他不会勇于去跟格林这种人冲突啊。所以回过头来，台湾现在悲哀的地方就是这样，现在是上品之局啊，但中品之将，而且这个中品还是中品里面的下品啊。这是台湾人现在最我们讲用台湾闽南语讲啊，叫剉咧蛋。你应该听得懂，就是很紧张，然后发抖在等待这个结局是怎么回事，这是很糟糕的。所以刚好还好，回过头来我们刚才讲到了，每一个政治实体有它的命运牌嘛。对，台湾刚好选举还算密集，可以2年1验，所以然后再加一个大罢免，所以我们等于从24年、25年、26年、28年跟26年又只差1年，就只差13个月。对，所以我们几乎年年有调转或者是做趋吉避凶选择的机会。所以其实台湾的选举，每一个人选票也许决定不了什么，但汇集在一起，它确实对台湾能不能够在这个乱局里面选出一条至少是中品以上之路，是有所帮助的。这也是我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即便我最热爱其实是去搞这些文旅直播什么的，但是呢，还是希望帮台湾的这个选举尽一点力气，是这样子来的。那我觉得在看那到底其实到最后开讲是很复杂的，但是我觉得会很棒，会很有趣。到底高市早苗是中品之流还是上品之流，这也决定了接下来两岸的一些状况。因为中日之举还是一样是中美博弈的一个具象化嘛。对，就是这样子。好，聊得很愉快很愉快，很深。今天聊得很深刻。对，我们这个感觉没有充电付费都没有啦。对，其实本来我们在吃饭的时候聊了不少，然后现在这个时间点又聊了不少，我觉得挺好的，把大家的一些想法。其实当你摒除很多标签化的思考逻辑的时候，东西是很复杂，然后值得你一听再听。因为其实讲每一句话、每一个讨论、每一个判读的背后，老实讲都是很多昼夜，不管是毒夫啊，或者是我啊，在老实讲就是做功课啦。对。那我们的工作就是把复杂的功课用简单一点的语言讲出来，但它依然复杂。是的，所以要持续的锁定，好吗？对，锁定历史哥的频道，对，锁定毒夫的频道，好吧？大家一起来努力做大做强，再创辉煌。好，那我们今天互来座谈呢，这个算是一个意外的重启啊，然后也感谢毒夫给我们这个时间然后特别来找我，然后我们跟各位好好的聊一聊啊。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个系列的话呢，对，其实记得要追踪我们。那我们到时候也会把我们这一次谈的2场，我们都会把它很完整的给大家来做一个呈现，好不好？然后感谢大家，那我们今天再次谢谢毒夫 ，OK， 感谢历史哥。哎呀，谢谢，在下次去深圳要赶紧我来招待你。对。然后我们有一个约定，偷偷透露一下，就是我想去山西旅游。好，没问题。毒夫说他要帮我想办法，我帮你想办法。大家就把这句话记得，我要去不了山西就算毒夫的账，好不好？好，就是这样子的对不对？相信太原王氏，是不是？是的，太原王氏讲话应该一言九鼎，我们陇西李氏等着看啊。好，OK，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了，拜拜。拜拜。